重生后，我在湘江遭到暗杀，在老凯恩的帮助下，第一时间得知是全球地下世界排名第3的杀手组织七色所为。为了揪出幕后之人，秦猛连续干掉2名七色高层。我不是说了吗？咱们之间的合作已经结束，彻底结束，请你以后不要再联系我了。结束不了了，七色已经被你拉下水了。你什么意思？就在今天早上，七色2名高层遭到狙击暗杀，都是被一枪爆头。除此之外，在七色的一处办公据点中，一架无人机掠着一个盒子冲了进来，盒子里面装着一张纸，上面用中文做出了通牒，要么提供幕后之人，要么让这场报复七色的游戏继续下去。这显然是叶松那边已经把暗杀他的组织锁定在了七色身上。作为全球地下世界排名第3的杀手组织，还怕报复吗？那是一个超级富豪，并且有华国为他撑腰的超级富豪。如果他用500亿对七色发起无休止的报复猎杀，如果华国官方介入到这场报复中，你觉得世界上有多少个地下组织能够承受得住？这一问得王老三一时间哑然噎住。所以你打算把我供出去，以此去换对方停止对你们的报复？我从未想过我会有朝一日为了自保而将任务委托人的信息泄露出去，但这一次我属实是没有办法。另外，你作为王家人，你作为王沧海的儿子，即使叶松那边知道暗杀他的任务委托人是你也都还有善后的余地跟机会。可我这边，他的报复行动已经开始。如果我不做这个选择，那么七色的高层很有可能会在防不胜防中一个接一个死于他的报复下。为什么要告诉我？扯了扯衣领，王老五的眼角剧烈的抖动起来。此刻他压着一切情绪波动的夜声道：因为这样也许能让事情不会变得太过于糟糕，不是吗？再就是我的职业素养不允许我将这一切瞒着你。这次是我蝎子欠你的，是七色欠你的。为此后续10年之内，只要不是踩红线的事，但凡你王家开口，我蝎子跟七色绝不会推脱。10年，无偿提供所能提供一切的帮助。不得不说，这位七色首领可谓是将补偿条件开到了极致。而王老三那边并没有因为对方要将他给卖掉而愤怒，沉默数秒后，声音变得沙哑起来：帮我拖一拖时间。拖时间只会让七色的高层大概率接连继续死于对方的报复下，而这是无谓的牺牲。所以你准备马上去联系叶松，把我供出去，以保你们七色周全。还有更好的选择吗？闻言，已知此事成为定局的王老三突然呵笑起来。七色作为全球地下世界排名第3的杀手组织，你作为七色的首领，对方刚一发起报复，你就被吓破胆。想想这究竟该说是可笑还是可悲？可笑也好，可悲也罢，我只想说，我现在非常的后悔以暗杀叶松来作为合作的条件。我可以给你提供反向报复的一些情报信息，你就不想知道暗杀你们七色高层的具体是哪些人吗？不必了，折损2名高层，七色认了。反向报复只会让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只会让七色的损失越来越大。地下世界的所有组织，有一个算一个，没有哪一个组织能够扛得住金钱驱动的报复以及国家机器的介入。再一个，七色还没疯狂到敢在华国内陆发动暗杀行动的程度。在王老三再度语噎之余，蝎子续上道：为你们王家无偿服务10年这个条件已经够可以了。等我电话，不要让我等太久，七色耗不起。挂断电话后，王老三稍加思索，便急步匆匆离开，赶回王家四合院。叶董，这次过来纯粹就是看望一下你而已，不仅是老爷子的意思，也是我个人的意思，毕竟咱俩也算得上是合作关系。在刚才的通话里，王大少可是有说过想我死的，但我不是还说过，也怕你死吗？叶大少，我听说叶董遭遇暗杀的当时背景是你攒局组织了一场酒会派对，而叶董在参加完那场派对，准备离开时才遭到的暗杀，是这么回事不？怎么着？听王大少这意思，是叶董遭到暗杀一事跟我有关吗？你要是这么说话的话，可别怪我误解你这是想要挑拨离间啊！我还不至于无知到在叶董面前耍那种挑拨离间的把戏，我只是想说，作为攒局组织者，得亏叶董并无大碍而已，否则你绝对是难辞其咎。所以直到这一刻，我都仍在愧疚自责。如你所说，得亏叶董并无大碍而已，否则我这辈子都原谅不了自己，这辈子都得活在挥之不去的悔恨阴影中。叶董，抛开咱们之间的恩怨不谈，在你遇袭之后，咱们王家老爷子说过一句话，那就是倘若你若有什么不幸的话，那将是华国的损失。为此他还说了，无论如何都不能否认你的横空出世是助长于神州国运的一张王牌。王老他老人家还给出如此评价来，那我是真得感谢他老人家的抬举了。无关抬举与否，因为就连我都得承认他老人家说的是对的。叶董，来山青之前，老爷子给我进行了一些交代，就说在你遇袭一事上，看你有没有需要咱们王家帮助的地方，如果有，王家必将鼎力相助。王大少，你们老王家该不会是担心被叶董将你们视为嫌疑对象吧？叶成英这时突然以开玩笑的口吻插话道，然而王静安依旧是古井不波。老爷子说了，不是王家干的事，王家从来都不怕被人怀疑。有劳王大少回去告知王老，你们老王家的好意我感受到了，也心领了，但是就不麻烦你们王家了。
就知道叶董是不可能需要咱们王家的援手的。不过不知我能不能向叶董好奇一下，在遇袭仪式上，叶董有什么相关线索了吗？当然了，我没其他意思，纯粹就是好奇，究竟是哪路人马敢如此大胆猖狂到朝叶董发起狙击暗杀，并且还是在湘江的界上？没有，没有，距离事件已经过去几天了，还没有任何线索。湘江官方跟巡捕今天才到我这儿，试图让我提供一些信息，看能不能为他们带来线索。连湘江官方跟巡捕在各种浩荡阵仗下都是如此，我这边没有线索不也正常吗？如果找出幕后黑手之后，叶董打算如何？要知道现在大半个世界都聚焦在这桩暗杀事件上，说句不夸张的，此事甚至是关乎到了咱们华国的颜面所在。话罢，却见叶松没有马上去回答，而是微一思忖，随后才正儿八经道：不知王大少认为我该如何？或者这么说吧，如果换作是王大少的话，王大少会如何？用尽一切能用的方式去进行报复。对视着叶松的眼神，王静安微微颤了颤脸，旋即领声说出了这么几个字来。一时间，这也让叶成英跟叶松有所恍惚的不由一愣。用尽一切能用的方式去进行报复，这话要是出自于张强等人的嘴也就罢了，可从王静安口中说出来，是不是有些违和了？还是说王静安想要这种言语方式去为老王家洗清嫌疑？听王大少这么一说，看来此事是跟王家无关了。难道叶董还怀疑此事跟我王家有关？只要除掉我，那么悬在王家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也就不复存在。哪怕我之前留有后手，留有能够重创王家的后手都好，只要我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只要不被查出我被暗杀一事跟你们王家相关的话，那么无论是林家还是紫禁高层，哪怕面对我那些能够重创王家的后手所在，料想也不敢轻易就对你们王家下手的。如此一来，怀疑你们王家有那个嫌疑，不也很正常吗？所以叶董觉得王家敢如此激进冒险吗？所以我不希望是王家所为啊，否则的话，那将太让我寒心了。明明想着跟你王家共筑双赢，明明想着拉王大少一把，想着帮王大少实现入主智库大院，要是这一番美好憧憬换来的是王家想让我从世界上消失，那我得多伤心啊！这特么说的是人话？什么叫明明想着跟王家共筑双赢？什么叫想拉他王静安一把？王静安很想说一声，所谓的共筑双赢，所谓的拉一把，就是以威胁的方式去压迫他们王家不得不屈服吗？好了，王大少，咱就不说那些不愉快的了，说点有利于和谐友好的吧。春节也过了，我答应你的一定会做到，那就是让你王大少成为智库大院的编外人员。只要能够迈进这一步，我相信以王大少的能耐，用不了多久就会证明自己，从而跻身正式序列的。我是不是该谢谢叶董？不，该说谢谢的是我，感谢王大少在过去一段时间对强子的照顾以及包容。不过，什么？不过我想我还得有2件事得拜托一下王大少，一件是关于同济会的，我已经跟叶大少讨论完了关于同济会的相关构架以及宗旨理念，回头准备将成立同济会的事宜正式敲定下来。所以如果可以的话，王大少就先别急着离开山青，就这2天，我计划把魔都的傅一山傅大少给叫过来，你我叶大少还有傅大少，顺便再加上强子跟海滨，咱们几个就同济会的事宜好好讨论一下，顺便看看如何让傅大少把他的那个圈子以及王大少你的那个圈子给融入到咱们的同济会当中。王静安那阴柔的脸上营生不禁又是一颤，虽然他早就知道叶松瞄准了他过去那些年苦心编织耕耘的资源大网，可当叶松这会儿正儿八经地说出自己的意图时，想到自己多年的心血要给对方当嫁衣，这位49城新生代第一人还是止不住的心如刀绞。另外一件呢？另外一件对王大少来说也是小事一桩，我不是要进军医疗领域了吗？大幕马上就要拉开了，所以需要王大少跟王家那边多多伸出援手，毕竟你们王家在神州医疗领域上的资源可以说是无人能比的，若有你们王家的帮忙跟配合，咱们在进军医疗领域这一方面上必然会是事半功倍的。我之前不是已经表过态了吗？包括之前叶成英在拉拢医疗领域的专家时，我都有以王家的身份介入其中。之前是之前，后续是后续。我记得你们卫生部跟卫健委这2块都是你们王家派系所把持着，所以还有劳王大少花点心思给叶大少进行引荐，这也省得日后不断麻烦王大少，不是吗？引荐？以叶家的高度，还需要他王静安去给叶成英进行引荐吗？这分明就是变着相的想让叶成英渗透到卫生部跟卫健委的最高层中。这事我做不了主，回去我得请示一下家里头，毕竟若没有家里头的同意，就算我答应叶董也没有意义。现在的我还没到那种可以随意支配或者操纵资源的程度。行，理解，有王大少出面请示，我相信问题应该不大的。叶松人畜无害地笑说着，王静安不再接茬，内心在憋屈的同时，也感觉到了一种莫名的不自然。明明他是以探望之名前来释放一下王家的态度，以及试探一下叶松对于暗杀事件的后续态度，可是对话节奏却是一再脱离了他的设想，仿佛自己又一次被叶松牵着鼻子到处跑，甚至是在自己说出那句用尽一切能用的方式去进行报复时，也都被叶松轻描淡写的给抹了过去，这让他感觉很别扭。除此之外，叶松在相关问题上的云淡风轻，似乎也从侧面说明了2点：要么是他不打算深入追究遭遇暗杀一事，要么是他已经有了极端的疯狂报复计划。可就凭他对叶松的了解，前者的概率大吗？毫无疑问，可能性绝对小之又小。念头至此，再一想到暗杀事件发生后，王家议事厅中老爷子跟五叔进行私下谈话的那一出，不知怎么，此时此刻的王静安骤升起了一种心头发毛的莫名感觉来。
王大少，待会我让人在咱们山青的龙兴酒店给安排下他，你就在咱们山青待上个3、2天，回头等咱们把同济会的事全都给落实好了，你再返京，你看如何？我可以配合你，但是你对我的承诺，我希望不要落下。放心，我叶松从来都没有出尔反尔的习惯，我定然会用尽一切办法让你正式涉足智库大院，并且跟我一开始时所说的那般，绝对不会在你进入智库大院后给你使绊子，绝对不会去介入阻碍你在智库的发展。